大家好，今天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，今天是蛇年的第一天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有自己的传统的历法，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农历。为什么叫农历呢？因为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帮助农民决定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农业活动，比如说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收获。那有的人呢，也把中国的农历叫做阴历。阴历就是根据月亮的运动来计算时间的历法。但是中国的农历真的是阴历吗？它是纯粹的阴历吗？其实不是。中国的农历其实是阴阳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就要说一说，为什么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历。那中国的农历是怎么计算时间的？首先，我们要说一说什么是阳历，什么是阴历。阳就是太阳的阳，阳字的右边是一个日字，所以很明显，阳历就是根据太阳的位置来计算时间的，它是根据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来计算时间的。地球绕太阳转一圈，大约需要365.24天。对，所以阳历的一年是365天。那我们把一年分成12个月，每个月就是30天或者31天。但是为了补上最后缺少的这0.24天，那我们每4年就要增加一天。那这一年呢，就有366天。在中文里，我们把这一年叫做闰年。因为阳历是根据太阳的位置来计算时间的，所以在阳历中，它的月份跟季节总是差不多对应的。比如说，在大部分地方，1月总是在冬天，7月总是在夏天。那现在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，我们都用的这个 Gregorian 历法就是一种阳历。在中文里，我们除了把它叫做阳历之外，也把它叫做公历。比如说在每年阳历的1月1号，我们把它叫做阳历新年或者公历新年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新年跟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区分开。那什么是阴历呢？阴这个字，它的右边是月亮的月，所以阴历就是根据月亮绕地球运动的周期来计算时间的。对，月亮绕地球转一圈，也就是我们看到月亮从新月到满月再到新月，大约是
29.5天。所以阴历的一个月要么是29天，要么是30天。那阴历的一年呢，也有12个月。所以如果是纯阴历的话，就是我们只根据月亮的运动来计算时间的话，那一年就有354天。现在在世界上还在使用的纯阴历不多。伊斯兰历是一种纯阴历。那中国的传统农历其实是结合了月亮和太阳的运动来计算时间的。那它是怎么结合的呢？刚才我说了，中国的农历最重要的作用是要帮助农民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应该播种，什么时候应该收获。那如果是纯阴历的话，我们看到它每年354天，比阳历的365天少了11天。所以慢慢的，阴历的月份和季节会错开。比如说，可能今年的阴历1月在冬天，那可能10年以后，这个1月就跑到夏天去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对农民的耕种没有帮助。所以呢，中国的农历会在某一年中增加1个月，这样可以慢慢的调整时间，让阴历的月份跟季节保持一致。所以增加的这1个月，我们把它叫做闰月。那有闰月的这一年就叫做闰年。中国的农历是19年7闰，就是说在19年当中会有7个闰年。那在闰年里应该闰哪一个月呢？也就是应该增加哪一个月呢？是应该闰2月，还是闰4月，还是闰8月呢？这个是根据24个节气来决定的。对，24节气是中国农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它也是中国农历结合月亮和太阳运动规律的第2个地方。这24个节气也是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决定的。这些节气呢，主要是反映了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气候，这样它可以告诉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应该做什么。比如说，在24节气中，第1个节气是立春。立春一般在农历的1月，差不多阳历的2月。立春就是春天的开始，所以它告诉农民们要开始为新一年的播种做准备了。后面呢，有一个节气叫惊蛰。惊蛰大概在农历的2月，所以差不多阳历的3月。惊呢，就是惊醒的意思，蛰是藏的意思，所以在惊蛰的前后一般会打雷下雨。这个时候很多冬眠的动物会被惊醒。
之后有一个节气叫春分，在春分这一天，白天和夜晚是平分的，就是白天和晚上一样长。所以在春分之后，白天越来越长，夜晚越来越短。还有一个节气叫冬至，冬至就是冬天的顶点的意思。所以在冬至这一天，夜晚会最长，白天最短。所以在冬至之后，夜晚会开始变短，白天开始变长。每次说到24节气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它们很美，很浪漫。有一首歌叫《芒种》，一想到你我就空恨别梦久。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？芒种也是24节气中的一个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中国的农历不是纯阴历，而是阴阳历的结合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春节、元宵节、中秋节这些传统节日，每年都会在阳历的不同日期。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你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传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。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文化知识的话，请你在评论里告诉我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